力筒子。是。排长，到。等一下，你跟我到西边救吴姐。是。大家听清楚，敌手射击2分钟，全体冲锋。立马。 당천人ではなくここにいたのか。村下、応援に来させろ。早く。気をつけろ。はい。ここ頼むぞ。おい、このところへ連れて行け。おい。 よし、行くぞ。おい、まっすぐ行け。他们好像已经打起来了！有埋伏！快快点！看住那臭娘们儿，别跑了！快！哎，把这娘们给我抓回来！快点，上！快上啊！ 抓回来！快点！看看，这新四军在哪儿了？哎呦，司令，新四军的神枪手盯着这臭娘们呢。哎，臭娘们怎么不见了？哎。 臭娘们怎么不见了？我不是让你看着她吗？我是看着她的呀！哎呦，我刚才一转头，这臭娘们！司令，我们还是赶紧跑吧，不要做陈大雷的俘虏啊！是吧？好，是，弟兄们，快上！捕虜はどこだ？ この中にいます。逃げられません。全部殺せ。早く。しかし挟んでて餌に使うでは。バカ。置いても意味ない。早く。はい。全員殺せ。早く。 武器も強力です。辺り一面全部敵です。手中だ。急げ。来年全員撤収。早く。早く。撤収しろ。お前ら援護頼むぞ。全人総合。
护好吴姐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二雷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站长，二雷，你不要动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二雷，你千万不要动，你听话，他已经瞄到我了。警长，坚持住，我会干掉他的。连长，我知道，注意安全。连长，都还活着，活着吗？活着，救下来！好。怎么嘞？到远点人，3个人得救。やってら！もういい。早くいい。早く撤収。不行的家伙，乗れ！早く撤収！発射！我就是想你，保了我。你千万不能中他的计，千万不能中他的计啊！我跟你讲，他就是想跟你保了我，你。谁先发现谁？看看，什么两枪！卫生员，快！连我死活都不管了，啊？不是吴姐，是大司令让司令员去的。为啥？因为大司令怕司令员感情用事。对了，吴姐，这次营救行动就是大司令安排的。吴姐，没事吧？啊？
要紧吗？咋样？你没事吧？你们大司令在哪儿？在捐文局等你呢。行，现在带我过去。你慢点，受伤了，我找马。将軍、坂田大将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。坂田大将が攻撃を受けました。諸君、報告です。一人の新進軍発見しました。隊長です。どこから来た新種軍だ。来たのはなぜ一人なのだ。君たちはどうして奴が隊長だとわかるのだ。坂田。はい。貴様民家に書き込んでいったな。貴様の勢力が湧き上がってきたか。私、すみません。爸呀，这枪是从你心窝子里长出来的。我想瞄准的时候，天塌下来，你感觉地陷下去，不关你的事。你的呼吸、你的眼睛、你的心肝、你的性命，统统长在这杆枪上。你就是枪，枪就是你，你俩一个生命，一条命。車に放り込め。はい。
啥个？送大给我，快点！まだあいつが畜生！ああ！那边是什么事啊？让您这么高兴？这个鬼子投降了，淮阴光复了，这才让人高兴啊！什么？鬼子投降了？对，你这个人真是的，出了这么大事你都不知道，城里告示都贴出来了，咱们的队伍到处都是。投降了，对呀，这里下可都好事了，上面写的清楚，大家看，大伙看一看。大爷，这告示上说什么呀？哦，这上面你看这个发布的抗战投降的胜利告示，那一张呢是副长官命令江淮地区的日军交接投降的告示。你看这张是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发布的命令，命令当地的日军呢向新四军投降。投降了？投降了。哎，并命令新四军对投降的鬼子不能采取任何行动，接受他们的投降，让他们听候处理。鬼子投降不能打鬼子了？那怎么打呀？人家鬼子投降还怎么打？不但不能打呀，还要采取人道主义进行予以报复。你看，这上面新四军司令员是一画之目，你看得清楚吗？上面写着呢嘛。好哇，这样好哇，解放了，鬼子投降了。
杨总裁和顾长官的命令，驻淮阴日军向国民政府代表李宽将军缴械投降。立正！受降仪式现在开始。报告将军，驻淮阴第1师团全体官兵奉命向贵军缴出全部武器，并无条件投降。国军第3战区第55师少将师长李欢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淮阴日军的投降。站住！按照规定，所有作战武器必须缴械。对不起，我想说的是，这把刀不属于作战武器，它从来没有杀过敌人，只杀过自己。什么意思？日本武士在最后关头用它来剖腹自尽的。 如果将军你一定要它的话，请允许我用它来剖腹自尽，之后您再把它拿去。师座，所有日军都在观望，骚动迹象，请先别跟这疯子计较，以免狗急跳墙。 还有在哪？狂什么狂？啊，仗都打败了还逞能？你死到临头喽！我倒认识一个杀猪的，他头戴新四军钢盔，他一个人的战斗力超过贵军1个排。不是，团长。
是你啊，小兄弟，别害怕啊，千万别激动。我不下命令，没有任何人会伤害你。咱们见过面，小兄弟，你忘了吗？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来淮阴城干嘛？执行任务。执行什么任务？没关系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既然你来了，那你们陈司令应该也来了。他在哪？小兄弟，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样。你可能都不知道吧，我和你们陈司令是好朋友，我们俩还有约定呢。攻下淮阴城之后，要到城头上一起喝酒的。我连他最喜欢的那个什么肚包鸡都给他准备好了，就放在司令部候着他呢。抗战都已经胜利了，是该兑现诺言的时候。要不这样，你带着我去见你们司令员，好不好？你再过来，老子打死你们！你还真倔呀，小兄弟，我不为难你，把枪放下，放下。来，跟紧了，不要暴露目标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老巢，找到陈大雷。去吧。是。发现二雷了？没有，鬼子射杀仪式都结束了，二雷还没出现，会不会没进城啊？依照他的本事，他肯定来了，他只是躲在某个角落等待时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样，我们多留意鬼子驻地附近的小巷。二雷肯定藏在那里，他肯定在暗中监视鬼的。走。每个巷口留2个人，其他的人挨门挨户的搜，搜完这片再搜那片。你带这些人上鼓楼，拿着望远镜，注意留神屋里。其他的人跟我走。啊，都跟我来。你要带我去哪？我带你上磨坊去，他们刚搜查过那儿，不会再去。往那边走。干啥呢？快过来！没事。嘿，小子，看什么呢？快过来！快过来！哎，我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淮阴城里来了？啊？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就你一个人，多危险呢！哎，这鬼子都投降了，你还来干啥？对了，宋主，帮我个忙吧。就刚才有2辆卡车，但是鬼子上已经出城了，你帮我查清楚他们上哪去了。李光头，这是你的任务。
出了重大任务。我给你打一打啊，边上别动啊，这挺安全。那边呢，你看那个木牌底下有个地窖，以前藏过那个人，要有情况就钻下去，知道吗？千万记住，不许乱跑啊！啊，我给你弄点吃的去。队长。哎，对了，松叔，一定要快啊！明明看见他了，一转眼又藏起来了。我找到他，非扇那2个嘴巴子。哎，行了，别发牢骚。咱们可以在国民党军发现他之前找到他。这小子贼着呢，跟耗子似的。三营长说过，他要想躲哪儿，连避都避不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国民党如果真的抓住他，我正好过去把他领回去。别忘了，我是武士，牵着咱们账呢。万一二雷反抗呢？万一他跟国民党军打起来怎么办？你找。鬼子抓你，国民党兵抓你，现在连新四军也在抓你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？妹子，我向你发誓，我保证什么错误都没犯。那个日本鬼子害了我姐全家，让他非毙了他不可。可是叔说，鬼子投降了，抗日战争就结束了，你就不能再打鬼子了。妹子，那鬼子上台湾码头去了，那地方离这远不远？远，走旱路要100来里呢。我现在就去南湾码头。妹子，你回去吧。哥，路上那么多国民党兵，你知道南湾在哪儿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如果走水路，划船经过小河道，再穿过荷花店，不但可以躲过国民党兵，还近了几十里呢。真的？你知道哪里有船吗？知道啊。妹子，你真带我去啊？不光哥的战争没结束，我爹娘的仇你还没报呢。
天就快亮了，天一亮，日军伤兵就要登船了。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，一定要加强警戒，千万不能出错。放心吧，师座。 各阵地各上尉完全处在警戒之中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传令吧，让日军伤员登船。是。都准备好了。做命令，立刻登船。是。把门打开，让他们登船。快点！队长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上！ 马天军，回国以后要记得我哟。逢年过节别忘了给我捎个信儿。谢谢你7年来你对我的照顾，我会记得你的。新四军是什么人？天之骄子。春令是什么人？天之骄子中的英雄。英雄做事光明磊落，英雄做人肝胆相照。英雄是在很多的苦难当中磨砺出来的。
找到目标，立刻还击！给我击他！吴雄飞，在，还藏在这干嘛？快去传令！老李，跟我来！哎，这个疯子！还，你还！我们已经交武器了，你还有人执打黑枪？你还算军人吗？
陈司令，站住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他先开的枪，我别无选择。他打死谁了？他没有打死任何人。
兵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，可以像狼像虎，拼尽最后一颗子弹，拼尽最后一滴血，疯狂地去战斗。但在最需要他冷静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却可以恪守一个军人的职责和纪律，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内心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。我的兄弟叫顺冷。老总，我是2米啊，老总。2米？你还跑你？我让你跑。老总饶命！谁？赵亮，赵。是。你是这个庄子的？是。这庄里的人都跑哪儿去了？都在。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有人喊说太军进庄了，所有人都躲屋里不敢出来。你给我老实点。是。庄里有没有新四军啊？没有。有没有陌生人啊？就是你没见过的人。没有。让这小子带我们进庄。带我们进庄。是。带路。老总，我赶个羊。快点你！快点！我。都抓紧时间，动作快点！半天在后边盯着我们呢。哎，那个杨官呢？快！站住！站住！不站住开车了！老总，你别开枪！老总，你别开枪！那个是什么地方？小黄庄。废话，我知道是小黄庄。我问你，那个是干什么用的？羊圈。你们家羊圈设在帐篷里。再吓唬我毙了你！我不知道，老总。去2个人搜搜。老总别开枪。这院里干什么的？我这。带路。是。走，别开枪，老总，快，别开枪。快，是，快点。哎呀，老总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快是。老总。バカが報告します。5が言うにはシャオファンジャンは無事です。我々も共に捜索を続けろとのことです。何言ってんだ。はい。村に入待て。はい。よし、村に入るぞ。はい、行け。はい。出発。
哈哈！团长，你听见没有？枪声，战斗没有结束，陈大来还跟鬼子拼呢，全速前进！参谋长，你看，陈大雷像磁铁一样，把敌人吸引在庄口了。咱们正好来个反包围，打小鬼这个歼灭战。对，只要陈大雷他们枪声不止，鬼子完全不会顾及到身后发生了什么事儿。